在宇宙中有7种物质状态，那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固体、液体和气体。那还有另外4种状态，包括高温等离子体、夸克胶子等离子体，以及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费米子凝聚态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说一下这7种物质状态。那我们平时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构成的，它们会根据所处环境的压力还有温度，表现出3种常见的物质形态：固体、液体和气体。比如我们最常见的水，当温度低的时候，水分子没有活力，它们懒得动，然后通过氢键就结合在了一起，变成了固体。当温度升高一点，水分子就会变得活跃，这个时候大部分的氢键就会断裂，水就变成了液体。当温度达到100°C度，水分子就会彻底的脱离水的束缚，变成气体。那可以看出，固、液、气这3种物态就是分子或者原子之间化学键的变化，是原子和分子层面的变化，这个我们非常的熟悉当温度再升高的话，分子和原子的结构就会被破坏。我们还拿水来说，当温度达到2000到3000°C度的时候，水分子就会被分解成氢和氧。如果温度再升高的话，氢和氧也会被电离，也就是原子中的电子被剔了出来。这个时候，水就变成了带正电的质子和氧离子，以及带负电的电子。这就是物质的第4种状态，高温等离子体。也就是说，任何的物质只要温度足够高，都会被电离成这种状态。那高温等离子体最常见的就是火焰，里面有很少的带电离子以及电子。不过高温下的物质状态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我们知道原子核的内部还有结构，它是由质子和中子通过强力组成的束缚态。当温度再升高的话，原子核的结构也会被破坏，从束缚态变成自由质子和中子。质子和中子也是复合粒子，它们分别是由3个夸克以及传递强力的胶子组成的。当温度足够高的话，质子和中子也会被分解成夸克、胶子等离子体，这就是物质的第5种状态。这种物态在目前的宇宙当中并不存在，这是因为强力接近自由的属性导致的。也就是说，在目前低能的状态下，夸克只能处在束缚的状态，这被称为夸克禁闭。如果你想把夸克从质子中拉出来，就必须提供非常大的能量，这个能量足以让这个夸克从真空中再拉出一个反夸克和自己结合在一起。所以目前的宇宙中并不存在自由夸克。但当宇宙大爆炸开始后的大约1微秒内，当时还没有质子和中子，只有夸克、胶子等离子体这种状态存在了极短的时间，然后夸克就变成了束缚状态。那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对撞机，比如布鲁克海文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还有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正在通过高能碰撞对夸克、胶子等离子体进行实验研究。那由于夸克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一种基本粒子所以高温状态下的物态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如果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往低温这个方向走，就会创造出物质的第6种、第7种状态：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以及费米子凝聚态。那我们知道，在宇宙中每一种粒子，不管它是基本粒子还是复合粒子都可以分为2类：费米子和玻色子。费米子的自旋是半整数，比如正负 1/, 正负 3%, 正负 5%那玻色子的自旋是整数，比如0, 正负1, 正负 i 等等。那这个区别，这个正负的区别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旋向上和向下的这个区别。那我们知道常见的电子是一个基本粒子，它的自旋是正负 1%, 所以是一个费米子。质子和中子的自旋也是正负 1%, 也是一个费米子。可以这么说，在标准模型中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费米子，但是费米子也可以组合在一起，变成自旋为整数的这个复合粒子比如说，当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氢的同位素氘核。那么这个氘核的自旋就是质子和中子组合在一起的自旋值，它不是0就是正负1。这说明这个氘核跟玻色子的性质是一样的，对吧？因为它的自旋是一个整数。那我们知道，费米子和玻色子这2类粒子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费米子它遵循泡利不相容原理，玻色子它不遵循这个原理。那泡利不相容原理说的是2个量子态相同的费米子不能处在同一空间这个原理其实非常厉害，它解释了为什么原子的电子会按照一定的规律在原子核外一层一层的排列，当然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会有这么多丰富的元素也解释了原子为什么会有体积。所以这个原理在这个量子力学中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在个原子当中，那么其中的电子都喜欢处在最低的能量状态也有基态。那按理来说，所有的电子都会拥挤在第一个能级上，也就是离原子核最近的地方，这是所有的电子都喜欢的地方。
但是由于泡利不相容原理，在同一空间内不能有2个甚至2个以上的这个量子态相同的电子，所以第一个能级就只能带2个自旋相反的这个电子啊。那其他的电子就要往更高的能级上继续的排列，那排满了以后再上一个能级啊，然后排满了以后再上一个能级，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在原子核外这样排列啊，就是这样的。但玻色子不一样啊，它没有这么多的讲究，你不管来多少个玻色子都可以处在最低的能量状态。那如果我们现在让大量的玻色子就处在相同的最低的能量状态啊，也就是最低的这个量子态，那我们就创造出了物质的第6种形态——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其实这个状态的物质大家都听过啊，比如氦的超流体状态。那么知道氦是由2个质子和2个中子这个组成的啊，它的自旋也是整数，所以它有玻色子的性质。当我们把氦的温度降到 2.17 开以下的时候，那么所有的氦原子都处在同一种这个最低的能量状态，它们彼此之间一模一样啊，就像是一个原子一样不分彼此，所以氦就变成了一种没有粘性的超流体，这就是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结果。那由于费米子没有玻色子的性质，对吧？我们一直认为费米子的凝聚它不会出现，但是直到我们发现了超导体，我们才找到了让费米子像玻色子一样凝聚的办法。这个办法就让费米子先变成库珀对。那我们知道，当超导体被冷却到足够低的温度的时候，电在其中的这个流动就失去了阻力。这是因为在金属中正离子晶格的帮助下，其中2个能量非常低的电子就会表现出微小的吸引力啊，然后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自旋为整数的玻色子，这就是库珀对。那组合在一起的电子就跟玻色子是一样的，它们都处在最低的能量状态，不再和正离子晶格发生散射了，所以电子运动起来就没有了阻力，这就是解释超导体的 BCS 理论。因此在超导现象中，有2个这个费米子组合在一起形成库珀对变成玻色子的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发现的第1种费米子凝聚态。就在1971年的时候，氦3也被证明在 0.0625 开这个极低的温度下也表现出了超流的性质，这也是一种费米子凝聚态。因为氦3是一种费米子，对吧？2个氦3组合在一起也就形成了库珀对，变成了玻色子。由于库珀对只有在极低的温度下才能稳定的存在，所以费米子的凝聚所需要的温度要比玻色子低很多。可以看出，费米子凝聚是建立在玻色子凝聚之上的，也就是说，没有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啊，费米子的凝聚也不可能存在，对吧？这就是我们的宇宙中目前所知的7种物质形态，2种高温状态下的这个物态，对吧？2种低温下的这个状态，那么以及3种我们最常见的物质状态。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